在前几个视频，我们讲了自恋型人格的行为，他们需要不断被赞美，很难承认脆弱，关系里常常出现理想化和贬低的循环，甚至对一点批评都会非常敏感。这些虽然都是自恋型人格的典型表现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自恋型人格其实并不只有一种样子，不同的人会呈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。这里是 Lori 心理解剖室。有些自恋型人格看起来非常自信、强势、优越，甚至有些傲慢，但也有一些看起来非常敏感，容易受伤，容易自我怀疑，甚至经常觉得自己不被理解。表面上看，这两种人好像完全不同，但在心理结构上，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点：深层的羞耻感。第一种常被称为防御型自恋，或者外显型自恋。这类人通常会用一种方式来对抗羞耻，就是放大自己。他们会维持一种形象：优秀、强大、不可置疑。只要这个形象能够维持，那条羞耻裂缝就不会被看见。所以他们往往会表现得自信、强势，甚至傲慢。但这种自信很多时候其实是一种防御。另一种结构则被称为脆弱型自恋。这类人同样有很强的自尊需求，但他们的防御方式并不是放大自己，而是极度敏感。他们非常在意别人的评价、别人的态度，别人是否忽视自己。一点点否定就可能让他们感到受伤、羞耻，或者被轻视。他们看起来不像典型的自恋者，反而可能显得敏感、受伤，甚至自我怀疑。但在心理结构上，他们同样在保护那条羞耻裂缝。所以，虽然表现不同，但这两种自恋结构其实有一个共同核心：不稳定的自我价值感。他们都非常需要认可、赞美、确认，也都非常害怕被否定、被轻视、被看见不完美。区别只是有些人通过放大自己来防御，而有些人通过极度敏感来防御。很多自恋型人格的心理结构往往和早期的成长经验有关。有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，只有在表现优秀的时候才会被看见，成绩好、表现好，让父母骄傲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得到认可。但当他们失败或者表现普通时，关注就会减少。慢慢的，孩子很容易形成一种感觉：只有优秀，我才是有价值的。也有一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长期缺乏情绪回应，他们的感受很少被理解，他们的需求也很少被看见。久而久之，孩子可能会开始怀疑真实的自己是不是不够好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深层的羞耻感就可能慢慢形成。为了不再体验这种羞耻，心里就会建立各种防御，比如理想化自己、贬低别人，或者极度在意评价。这些防御帮助他们维持自尊，但同时也让亲密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自恋型人格的这些行为的时候，往往并不都是自信。很多时候，那其实是一种正在努力维持的防御。无论是强势、优越，还是极度敏感、害怕被否定，这些表现本质上都是在保护自己的羞耻不被触碰。我是 Lori， 如果你也在经历类似的关系，评论区留言，我帮你判断这段关系的真实走向，以及有没有改变的可能。